片头准备，3、2、1，来了！一下就正式了。两位准备，3、2、1，说话。这里是2025年7月21号的早晨7点，欢迎收看东方卫视晨间新闻节目《看东方》。各位早安，我是王玉。各位早上好，我是主持人王韵玲。首先，让我们来关注一组简讯。7月15号5时34分，天舟9号货载飞船在长征7号运载火箭的托举下，从海南文昌发射场发射升空。天舟9号向神舟20号航天员乘组送去了一份新补给。根据任务规划，目前在轨飞行的神舟20号航天员乘组预计将于10月下旬凯旋归来。2025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将于本月26号在上海开幕，有近800家企业参会，其中市外及国际企业占比过半，3000余项前沿展品将集中亮相。浦东世博水环工程1期近日正式开工，将串联白莲泾、大寨河、北界河、人民江、三灵塘港、小黄埔6条河道。比我想象的好。其实他昨天面试的时候说他喜欢访谈，其实我觉得你挺适合播报的。对于传统的做播、主持等等，还有访谈，也有着非常丰富的经验。特别喜欢各种各样的访谈，像圆桌派、13邀等等的节目我都很喜欢。我觉得他的声音很好听，他这种成熟的这个心态和年龄有点不太相符，就我觉得他特别的沉稳。因为我昨天为什么我说他是超出他年龄的这种成熟和沉稳，很适合播新闻。建成后，它将和黄浦江相连，为更多居民增添家门口的水岸空间。近日，深圳市人民检察院对缅北白家集团白所成等21人依法提起诉讼，专案细节也首次曝光。警方掌握的证据显示，以罪犯白所成为首的缅北果敢白家集团为攫取非法利益，利用家族的影响力，开发建设了41个大型赌诈园区。我觉得王韵玲超出我的预期，就你看她在练习的时候的声音，比他真的播的时候其实是高一点的，他其实已经很有意识地放下来了。对，涉赌资金超过180亿元，制造并贩卖毒品约11吨。就不是我们昨天看到的到最后那种小女孩的状态，完全没有。他们越来越松弛了，就刚开始第一开口的时候还有点紧绷。没办法，你去，更紧绷。王玉。好的，现在让我们关注一组科技信息。大脑智能起源于神经细胞的多样性、神经连接的复杂性。人脑拥有800多亿个神经元。此前业界尚未绘制出单细胞分辨率的高清脑图谱，而现在中国科研人员领衔的团队正试图解构这一自然科学的终极疆域。其中包括我国科学家在世界上首次绘制了非人灵长类前额叶皮层单神经元分辨率的全脑连接图谱，绘出迄今为止最完善的非人灵长类屏状核全脑连接图谱。哇，全是专业词汇。同时，这些成果深入解析了大脑细胞类型多样性、连接规律，进一步巩固了我国在介观脑图谱领域的国际影响力。好，两位啊，宣传片30秒。我觉得还行。还行，我觉得有时候想起来这个宣传片是可以休息的，是吧？那赶紧下一个稿子得上来啊！调整状态，后面是不是有访谈或者下一个稿子马上要准备了？这里是上海。我们5分钟的连线后回来加一道题啊，需要两位进行一个1、2分钟的编后和总结，再进结束语。我的天！临时加。至于这个编后总结是1个人说还是2个人说，都是可以的啊。这个总结是2分钟啊。这个就即兴是吗？即兴了，纯即兴，你得了解刚才播的新闻内容。哦2分钟还要自己学倒计时啊？不能超时，对呀，也不能太短。这恰到好处在那个位置结束，考验即兴能力啊，深度思考，角度拓展。是在5分钟的连线之后是吗？对，在5分钟的连线之后。5分钟连线的内容，你要把这个话题了解、消化、组织完问题，这本身就是一个很难的过程。如果有一些同学希望再把这个话题维度拓展，还要搜索资料，就会变得更难。同时2个人再连1个人，如果2个人思路不一致的话，
那这个连线也会变得很糟糕。思路得一致，追问的方向。4、3、2、1，好，王宇说话。大家好，欢迎回到看东方。最近啊，年轻人中出现了一种新的服饰消费趋势，那就是在童装品牌里寻找属于自己的舒适穿搭天地。那么年轻人为什么开始流行买童装呢？今天我们也邀请到了上海财经大学电子商务研究中心的主任劳国林老师，与我们一起来交谈。让我们欢迎劳主任。劳主任您好。劳主任您好。你好。可以听到我们的说话吗？能听到，特别开心，今天可以邀请您来到我们今天的看东方。那刚才我们跟大家简单的去介绍了一下我们年轻人当中啊出现对于买童装这样趋势的逐渐的关注。那么我想请您为我们先介绍一下，现在我们这些年轻人来买童装的主要的消费群体都是哪些呢？我想，其实我们已经刚刚的话语当中已经基本上定下来了，就是我们的年轻人。这相当于问了一个无效问题哈。那么童装当中，其实跟我们的这个尺码的话呢，其实是会有一定的交集的。王玉的第一个问题，群体是谁？实际这是一个重复问题，在新闻稿件里边已经给了，包括他自己的陈述当中也已经讲了，某种程度上是一个无效的问题。我们说女同胞，假如说是1.60米的，现在有些小朋友其实他的童装也已经在1.60米以上，所以其实他是一个从身材本身应该是有一定交集的人，我们可能是会有机会正好是去买童装的。谢谢劳主任给我们带来的这个解答。那我也特别好奇啊，那您是怎么看待我们这个成年人买童装这样一个现象的？我觉得其实这件事情吧，可以说很惊奇。因为今天对我们来说，一个是本身我们可能是身材上头本身就有一个交叉点，然后还有一块呢，这段时间我们很多时候都在说，好多人其实心里是住着一颗童心的，或者说对童年还有很多很多这种美好的回忆。那同时也有人可能还会更理性一点，觉得说童装上头包括它的用料啊，其他的染色标准，其实要求是会更高，所以也可能是从这一点上头觉得说这是一个很好的选择。那么想请问一下我们的劳主任，那么我们成年人和儿童之间来选择童装的话，在材质上，在这个童装的用料上，以及审核和监管的方面，会不会有一些不同呢？其实这一点倒是提出来一个新的问题，而且是一个非常好的问题。将来假如说我们出现了某些或许是投诉或者纠纷的时候，倒真的是给我们的监管部门提出了一个挑战。我们在童装上的很多面料可能执行的 A 类标准，而到了我们成年上头可能执行的 B 或者 C 类的标准。这个时候我是按照它标明童装，所以我们去执行标准，还是我们说因为是成年人购买，你已经变成了这个成年人的服饰，我去执行标准。所以我觉得这一点倒真的是给我们提出一个很好的一个新问题。谢谢劳主任给我们带来的解答。其实刚才像劳主任提到的这些，我觉得不管是成人的服装也好，还是儿童的服装也好，我们的质量是一定要做到过关的，这样我们的消费者才可以穿得放心，穿得安心，是吧？是的，是的。他为啥老要看稿子呢？他前台有监视器。我紧张，就想要一点确定性，低头其实是一个习惯动作，稿子里其实没有具体内容。那么同时呢，劳主任刚才也提出了，其实我们从平台方和我们的监管方，其实都有双管齐下的不同的应对措施，来面对儿童和成人之间选择童装这样的一种不同的参差。那我们再次最后感谢劳主任接受我们的采访。那么再次感谢劳主任的访谈。非常感谢，谢谢，谢谢。王玉他说的东西是言之有物的，他把这个话题又深了一层，他会去从质量的角度去来分析这个现象。但是相对来说，王玉玲是他的状态是很在线，心态很稳，但是从思考的深度和对于新闻的理解来说，王玉肯定是更深一层的。对。沟通还有2分钟啊，结束语啊。那么回到演播室啊，
是我身边有很多的朋友，他们买童装的原因就是因为可能他们的身材比较小，选择童装呢，童装的价格又会相对低一些。所以说呢，我们会发现成年人他们这个准备过吗？如何监管？那么消费部门呢，还有尤其是相关的监管部门，他们怎样去进行制约，才可以让我们的儿童和年轻人都可以穿到自己想穿的童装？我想这个才是最重要的。对的，所以说这个事情也是一个小事件引出一个大热点，之后在所有的服装质量环节，我们的监管部门也应该更加的竭尽全力去做到一个监管作用。没错，你说的对，让我们成年人去买童装，年轻人不仅可以享受到童装的带来的舒适、便捷和文化的不同的新颖，同时呢，我们也可以穿得健康，让我们的消费市场也可以获得更加安全的保障。那么，以上就是今天的全部新闻。今天我们带给大家的新闻就是这些。好的，更多的新闻可以关注看看新闻的客户端。如果说想要看视频，可以下载看东方。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感谢各位的收看，我们再会。我们再会。稍等啊，再做5秒，4、3、2、1，好，可以。哇，替他们松口气。不错，很不错，很好，不错，非常好，很好。哇塞！辛苦老师们。不错，开门红。厉害！老师们也都纷纷松一口气。稿子给我，然后下去不要交流考题哈。我们有些担心是多余的，2分钟时间给少了。结语说得很好，非常好。感谢老师们的鼓励。休息吧，辛苦了。祝贺！完美。很棒啊！谢师姐，为你们开心。是吗？对。厉害。这个结语很漂亮。你就像他们这样的，基本多久可以上岗了就？从单播的角度来讲，一周。差不多。哎呦，1周就可以上，1周可以。但王玉吃了2个螺丝。我觉得吃螺丝这种强压的状态下吃螺丝倒是蛮正常的。对，连线之后的总结确实比我想象的好。好的多，太多优点要表扬了。下一组吧。这个评价很高了，应该。我们都第一场都去了，你们肯定会放松一点。没有啊，谁说的？你们2个怎么滑着椅子就出来了？万事开头难嘛，已经站不起来了。那个会议室休息。好，我们一会儿见。那我们把东西拿一下。可以拿一下自己的东西。你是第2个对不对？我努力吧。哎呀，我觉得还是不错的，就是说新闻有一些问题，但是我觉得内容是没问题的。是吗？我其实新闻那边我也有说错，就是漏读1、2个字，希望不要太明显。怎么办？我不会成为……我懒得站起来了啊！我就这么鼓励你了，没关系，我可以。就这样，如何呢？又能怎？瑜伽，走吧。啊，走。师姐上，没事，你没关系，脱粉什么的了啊。就这样吧。你有水吗？需要带什么吗？啊，不需要，我越喝我感觉口会有点干。哎呀，好久没上主播台了。没事，你会在台子上熟悉稿件。好。其实，在台子上熟悉稿件还是稍微好一些的。但是现场其实有很多打扰，机位、灯光，然后老师们坐在那儿看着你。你想象一下，你复习功课，你的任课老师围你一圈。对，不能分心。对。我来了。东西。老师们好。加油。好，我努力。给。谢谢，然后直接过来就好了，坐上去。你可以挑一个你喜欢的位置，我挑这边吧。这个是控制提词器的，
这个是控制这个提词器的，你看你喜欢哪个？然后你一共有20分钟的准备时间。然后我们的稿子有的时候经常会碰到有一些小问题。对，如果你发现哪里有问题的话，你也可以跟我说，然后我去帮你跟我们的老师说，然后去改提词器。在这里改。好，对，明白。我看一下。好。他真是一张娃娃脸。他的主要问题，我觉得形象太小了，坐在主播台上有点小孩穿大人衣服的感觉。你们对于头发什么有要求吗？没有，根据每个人的具体的形象来吧，但是可能但不会特别的那个。作为新闻主播，可能不会特别的去过于追求时尚感。明白。他这张脸播新闻是吃点亏，还是这个发型问题呢？啊，就你的观察，他换个发型会不会好一点？就像凯旋换个凯旋这样的发型吗？对，实际我觉得他可能换成凯旋的发型会更好一点。他这个就是明显在小孩装大人的这种发型感觉。为什么？为什么播新闻会吃亏？太小巧了。小巧哦，公信力的问题，信服度的这个感觉。哎，老师你好，我想问一下，就是我是单人的话，这个单人稿件我是要4段都播吗？还是光播 A 或者 B？不可以，你要一个人全部完成。全播完。对，好的，加油。太难了，真的是。所以这是极限挑战。极限挑战。浦东世博水环工程1期近日正式开工，将串联白莲径、大寨河、北界河、人民江、三明塘港、小黄埔6条河道。他们是同一个稿件，哎对，同一个稿件，价难度保持一致。好比货运飞船在长征7号运载火箭的托举下，从海南文昌发射场发射升空，并为航天员提供物资储存及空间拓展服务。大脑智能起源于神经细胞的多样性。他一个人读3页A4纸，其他人只读1页半。OK 的，他一定 OK 的，你相信我。李雨佳就是遇强则强，就是要给他挑战，激发他的战斗欲。他专业很好的，他专业不第一吗？他不仅专业第一，而且绩点第一，对，双第一，这个真厉害。雨佳，我们时间到了。好，师姐手机给我吧，可以吗？谢谢。李雨佳，听得到啊？好。然后因为这一档就你一个人，所以你就这一个机位就好了，好吧？好。李雨佳，我们就准备开始了，摇臂回来让你开口，你就说话，好吧？好。看看瑜伽。来了。5、4、3、2、1。2025年7月21号的早晨7点，欢迎收看东方卫视晨间新闻节目《看东方》。各位早，我是李雨佳。7月15号5时34分，天舟9号货运飞船在长征7号运载火箭的托举下，从海南文昌发射场发射升空。当天8时52分，天舟9号成功对接于空间站天河核心舱后向端口，与空间站形成组合体。推进剂科学载荷。今天它整体的语言流畅度非常好。天舟9号向神舟20号航天员乘组送去了新一批的补给，其中包括可支持3名航天员在轨生活9个月所需的物资、平台设备、推进剂、科学载荷等。功底的确好，好，尽在掌握之中。尽在掌握之中。断句、气口、重音，语言能力一下子把他的那个外形上的那个缺陷盖住了。对。2025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展览面积首次突破7万平方米，全面展现 AI 技术前沿。大脑智能起源于神经细胞的多样性，单细胞分辨率的高清脑图谱，来自中国脑科学的10项重磅成果，从结构到功能的质的跨越，终极疆域，爬行类、鸟类、非人灵长类，世界首次非人灵长类前额叶皮层单神经元分辨率的全脑连接图谱。好清晰啊，非常清晰。他不看稿件的，不用看，而且非常淡定。对，他声音像注入到我们的听众的大脑当中一样。哇，真好，真好，真好。这播的真不错，不愧是第一，真不愧是第一名。好的，专业非常好，念得非常好，本身能力非常强。哇，都已经征服了，厉害厉害。好，李雨佳，5分钟的连线回来啊，你要做一个2分钟的编后总结，好吧？这是临时加的啊。好，你要到时候准备一下。新闻连线，我们是不是在本科阶段没有接受过像连线这样的训练？我印象里是没有的，就是没有练过。
所以我会有点担心，心里没有底。挺替他捏把汗，是有点。回来我们读一段口播，然后就连线啊。好的。5、4、3、2、1，好，说好。最近在年轻人中出现了一种新的服饰消费趋势，那就是在童装品牌里寻找属于自己的舒适穿搭天地。很多品牌发现，买大码童装的有不少是年轻女性。数据显示，6月某平台上的儿童户外服销量猛增了186%，在评论区能看到不少大人买家秀。那年轻人为什么开始流行买童装呢？今天我们就邀请到了上海财经大学电子商务研究中心主任劳国林老师。看他怎么问了。劳老师您好。你好，您好。那其实在，这样一件年轻人穿着童装这样的服饰下，让我想到了网络平台上有人说有很多小孩的穿衣打扮非常的成人化。您觉得这两者之间是有一定的关联的吗？好问题，它可以往后延展。这倒是一个挺有趣的现象啊。成年人是穿上了年轻人的服装，然后呢，小朋友的话呢，倒是穿上了比他们看上去应该说年龄更长一点的。假如是从这点上来说，我觉得挺好。也就是说，我们看到的是一次意想不到的交叉，给了我们更多互相交汇的一个机会。对，您说到了交汇这个词，其实我想提出一点我觉得比较担心的地方哈，就是因为现在可以看到很多大人穿着孩子的衣服，您觉得这种趋势除了是一种您刚说的一种融合的现象，还有没有可能会产生像社会上的无论是在心理方面或者说是在融合方面出现的一些问题呢？我觉得不一定是问题。偏了。就是说，从心理上来说的话呢，小朋友呢都盼着自己快快长大，所以有时候说我们会装的自己好像老成一些。其实这还真的是从心理上挺有趣的一种现象。没错，但是我想说，如果说是从孩子的角度来说，因为现在他们的童装，因为这种行为，商家很多的去做了一些比较成熟的风格，那这样对于小孩子的从小的审美体验，会不会影响他们自己的一个审美趋势的一个变化？我觉得应该不至于吧，也就是说总有一款适合你的。是，对，您说的没错。但是其实我还是会提出一些担忧，因为在现在的消费市场上，如果说所有的童装都被冠上了大人服装这样的名号，是不是会对孩子的成人和小孩的一个边界的模糊是会有影响的呢？它有一点以我为主了，可能。他更多的在表达了，对，感觉在做辩论赛。你看，实际劳教授并不是完全认同他的观点，我感觉。对啊，他也明显感觉到劳教授说的不是我想要的，然后他就一直跟劳教授但是把自己的东西要掏出来。但是我想说，但是其实我还是。有点太预设结果了，他其实很渴望这个访谈能够得到他想要的一个结果。就是我觉得始终就是访谈，不要你去左右嘉宾的观点，以及预设一个观点，最后一定要绕到自己的这个逻辑思路当中来，这个是不行的。是，这是新闻连线的时候，你的确没有那么多的可以预设观点的。是的，经常会偏到一个因为你对方就是不同意你的想法，对吧？那怎么办？所以你要以拿事实为主嘛。我个人的观点就是说，它不可能是全部。就是说，今天即便是说有部分的年轻人他会去选择了童装，但是我相信就是说不会因为这个原因，所有的童装企业今天就是说一窝蜂的就变成了全去生产成人版的，所以其实不至于如此紧张。不至于如此紧张。好的，谢谢我们的劳老师啊。虽然说现在年轻人选择服装的总结2分钟。趋势以及选择服装的品类有很多，但是呢，我觉得为什么会更加的去追求这种儿童服饰？我觉得最终的原因，第一点是它的性价比足够高。同样的款式，同样的材质，可能在童装区域它的价格会相对于更低廉，而如果是成人服饰，它的价格就会变贵。那这其实就让我想到一点，就是我们到底需要什么样的衣服？那其实我觉得我们有时候可能穿在自己身上去买一件衣服，我们购物的不仅仅是一件衣服，而是一种消费自由。
后面乱了，有点乱了，因为他前面没有拿到足够多的信息，他后面总结的时候一定乱了，撑不起来他后面想落的那个观点，后面思路有些乱了。对，就是自己要开始找补说什么了。1分钟，每一个个人结束。最后1分钟收回来。那其实我在做这个选题的时候啊，我就想到了，如果说将来我有孩子，我会给他买这种比较偏成人的衣服吗？其实我觉得是一句话，童装可以无龄，但不可无戒。我们需要在追求性价比、追求风格和追求好看之间以及和对下一代的责任之间，我们需要去追求到一个平衡点，都是一个不错的体现。准备结束。那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新闻就是这些。那如果想关注更多新闻，请登录看看新闻的客户端，更多视频请下载看东方的客户端。那感谢您的收看，再见。好，稍等啊，眼皮飘一会儿。5、4、3、2、1，好。啊，来，稿子给我吧，很想抱抱你。来，我说是啊，不错不错，小心看台阶。有点可惜，就有点崩。对，他还是前面的观点没理顺，就后面，就是咱要说的顺，首先要言之有物。来，抱一下。老师，我觉得我最后表现的有点非常好，待会儿非常好，很有自己的思考。待会儿给你评价，我觉得。谢谢老师。不容易。应该我再努力。没事，先休息一下啊。谢谢老师。很棒啦，瑜伽。怎么了？我有点害怕被淘汰。他也有一点点不满意，因为其实我觉得他完全没有跟着我的那个本来想法的思路走。你懂吗？我懂。就是我当时本来，因为我会觉得大人穿童装这是一件社会的问题，所以呢，我会觉得我会想往就是如何解决这个问题上面去引。但是老师一直说这是一个非常好的现象，所以就完全和我的一开始的那个思路是不一样的。但这个时候我发现，就是我做访谈的时候，我不能完全按照自己的想法和思路来。你就会觉得有点就是受限制，对不对？对，没关系，你已经很棒了，瑜伽。但是我觉得我这个耳机有点留不住的感觉了。不会，休息一下吧，休息一下。就是你明显感觉到这个孩子他是想要表达一个角度，就是有观点的，很努力的想要去找一个新的角度和观点。只是他自己后来有点讲得乱了，他想表达太多了，超过他能够驾驭的那个数量。是。他其实给自己提了一个很高的要求，他想在2分钟里有一个很深度的拓展，他想把社会心理的一些变化也纳入其中，但是表达效率上受到一些制约。对，他其实开启了一个很好很有深度的选题，但是他有点想批判，他抱着一个评论员的心态在做采访者。